今天呢，我们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就是换脸。那怎么样才能换一张完美脸呢？今天呢，我用不同的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那你会发现，其实呢，技术的细节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你的思路是不是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基于 SDXL 模型进行换脸啊，所以说呢，换脸的两个关键技术，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Instant ID。另外呢，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PUID。这两种呢，应该换脸的效果呢都是不错的。那到底哪个更好呢？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流程啊。那我们现在把不需要的部分给它去掉，我们将模型调整一下。那我选择一个随意的 SDXL 的模型，正向提示词非常简单 ，Beautiful Woman。反向提示词在大模型里边，反向提示词呢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啊，所以说呢我们保留这个 text 和 watermarker 就可以了。下边呢为了它模块化的进行处理呢，我们把它存成各种各样的变量。那这样基本的模块呢，我们就算是完成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PUID 的一个基本流程。我们加载对应的 PUID 的模型，加载它的编码器。这是一个脸部的分析模型，一般呢我们是用 Inside Face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参考图片，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有一组参考图片。我们拿我们之前 Laura 训练的这4张图片来作为参考图片。图片呢我们需要处理一下，我们进行一个自动的切脸，预览一下这个效果。那其实呢我们就得到了4张不同的脸，同样给它设计一个变量。那我们将这个脸呢给它取过来作为参考，模型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模型。那这样我们基本的 PUID 就做好了。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采样。大家注意这个 empty latent image 呢，我们需要给它将大小设成1024，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大模型啊，所以说分辨率如果不够的话，那可能会出问题。采样的参数呢我们也稍微调整一下，这个我固定一下啊，20步采样，然后这儿我们先设成 8.0， 就是传统的采样设置，然后这个呢我们用 Ola-A， 这个呢我们用 Sigma Uniform， 下边呢我们来decode 一下它，预览一下图像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像呢，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那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在这儿的话呢，将这个 CFD 设得太高了啊。你可以降低一下试一下，比方说我们现在是4，那这个效果呢就会好很多。大家看一下，好很多。但是你注意面部呢，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，所以说呢需要继续降低。有人说多少呢？你可以极致一下啊，我们用1。大家看一下啊，1的时候呢，它整体的感觉呢就比较棒了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PUID 它的一个效果。那 PUID 呢，其实在之前比较火的时候，经常被用来做那个粘土的特效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换脸的组件，就是 Instant ID。Instant ID 呢，我们需要的组件呢也比较多。它这儿需要有一个 Control-Net， 这个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需要下载一个 Instant ID 的一个控制网络啊，同样需要有参考图片。那我们同样需要有一个采样器，那我们采用相同的设置来看一下。我
我们把这儿拷贝一下。那我们预览一下下边这个效果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这个的效果，大家感觉一下这两个，看哪个和我们的这个参考图会更像。看，这是这4个人物，这两个表现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说的是质感，你注意这是 Pure ID 的，这个是我们说的Instant ID 的。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Image KPIs 啊，就是说它面部的朝向是遵循哪个图片来进行控制的。如果你不写的话呢，它是默认按照，我们看一下它跟哪张图片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面部朝向啊，应该是这张啊，就是我们的第一张。总体上感觉呢，这两个这个方式差不多啊。这个如果视角拉远的话呢，可能跟那个也差不多。我们试一下啊，我们将这个给它放到这个位置，注意啊，这是一个测试啊。放到 KPS 这个位置，那我们 Face 呢，自然还是连这儿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可比性呢就更强一些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的面部朝向呢，和这个就差不多了。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张图片啊，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起，大家感觉一下。所以说哪个更好呢？其实是这个真实性会更强一些啊。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，其实是可以做这样的对比的。大家注意啊，在这个里边呢，突然会有这个水印出现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当然我们可以调一下种子什么的来改变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总体上来看呢，我们觉得 Instant ID 呢可能表现更好一些。当然这个呢还不是换脸的关键流程啊，换脸的关键流程呢，其实我们是要有一张图片，然后来进行一个换脸的操作。那我们这儿呢只是对比啊，这两个哪个效果会更好。因为你要注意啊，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图片的时候，以及不同模型的时候，这个效果是有影响的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换一个别的模型，然后我们同时来跑这两个，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模型评测的一个方法啊。那么这个呢是专门做写真的一个模型，而刚才我们用的是 Juggernaut。Juggernaut 呢其实是一个泛化能力比较好的模型，也就是说它的人呢并没有固定的这个面部特征，它可能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展示出来，但是有很多尤其是东方人调的这个模型的话呢，它有很多的偏斜性，尤其是有一些模型它人物的人脸几乎就是一张，那这样的话呢对于绘图来讲其实是有影响的。那我现在用的这个作为写真版的这个大模型，我们生成了图片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个。那这个呢其实跟原来的人物来讲的话呢，就更加具有这个磨皮的一些特效啊，那对于人物的影响呢是比较大的，那真实性呢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。那对于这种不存在的人物，也就是我这4张图片，其实呢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你对他的认知呢就是一眼看上去的这种感官认知，所以说呢你感觉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大。那如果说我要是采用一些大家熟知的人物，当加了很多的这个模型内在的一些特质啊，比方说这个磨皮啊什么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跟原来的人物就不像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评估模型的一个效果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接着往下做这个换脸的部分。首先换脸的部分呢，我们需要有一张图片，我们上传一张图片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张图片是我原来用可伶做的一张东方的仙侠人物的一个效果图啊，效果还是非常棒的。这个人物呢和这个东方人物的特征呢也是比较契合的啊。那我们给这个图片可以做一个 resize， 这个是一个可选的节点，关键是这个方法啊，你用什么去给它做一个扩充，或者是做一个缩放。这个节点不是必须的，而且呢我们希望这个图片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片，所以说呢我把它放在这儿，但是把它 bypass 掉，因为呢我们其实在这并不用它啊，那只是说在真正的工作流里边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步骤。同样我们给它存成一个变量，这个呢我们就叫做 NIT image。
换脸呢，主要就是换这个的脸啊。那下边呢，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比较简单了。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工作流稍微的改一下啊。我们先看上面这个，这是它生成的工作流。那现在变成一个换脸的应该怎么换呢？其实呢，就是用我们一个类似于 Detailer 的采样器呢去代替它。这儿呢，我用到了一个这个换脸的组件啊，叫做 DZ Face Detailer。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，速度更快。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只能用作换脸啊，但是我们那个 Detailer 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 Detailer 呢，它其实用起来不管是脸啊、人体啊、手啊都是可以做到的，对吧？那我这儿只是为了方便演示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把它换掉。你注意啊，所谓的 Detailer 指的是说我现在要有一张原始的图片，然后呢把某一个部分给它优化掉。那我这个只能做脸部的优化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看一下 Model 连过来，然后正向提示词，反向提示词，唯一。那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 latent image。这个 latent image 呢，我们现在就不能用一个空的啊，我们需要用一个编码好的。我们用我们上传的那个要换脸的图片，然后给它 VLE encode 一下。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latent 一个图片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试一遍。为了效率呢，我们先把 Instant ID 给它删掉。我们先看这个效果。大家看一下同样的问题，那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稍微调整一下。Steps 如果脸足够大，10步就可以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可以保留20步。我们把这个调成 Fixed， 这儿我们保留20啊 ，CFG 关键是设为1啊。然后这儿 O-A Sigma Uniform 或者是DDM Uniform 都可以。大家注意下边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里边有几个参数啊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Mask Type， 就是你现在要用一个分割的方式把人脸给它弄出来，还是用一个 Box 的方式？它有2个啊，一个是分割，一个是这种检测框。我们一般呢是选 Face， 然后这个 Mask 需要不需要做后期处理啊？那么这儿有2个，一个是Dilate 就是我们说的要把它缩小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它扩大啊 Erode。一般呢我们是选 Erode 啊 Erode 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将扩充的值给它填到这儿，这个大一点啊，比方说你可以写成100，然后 Blur 的值呢，我们可以给它写成30。那有人说这个东西怎么去评估呢？其实呢，你可以加上一个节点看一下啊。那我们用 Image and Mask Preview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将这个蒙版啊什么的给它展示出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儿连这个图片，这个呢我们连这个 IIT Image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蒙版的状态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大家注意这个脸的位置啊，现在就是这儿，也就是我现在呢其实是要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呢给它进行修复。加了这个之后，你注意修复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是 PUID 换脸的一个效果啊。那么这个细节呢，其实取决于什么呢？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原图片上这个脸的尺寸啊，就是它的分辨率，如果它足够大，这个效果就更好。那另外你可调的就是 CFG 的值，你可以适当的增加啊。比方说你要是到2的话，看它脸部有没有走形啊。如果它走形的话，这个呢你就要调回去。一般呢我就是用1，不会用再高的这个值。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是2的话呢，这个脸已经开始有点崩了啊。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Instant ID。Instant ID 的构建方法呢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用 Detailer 给它换掉，或者是我们直接粘一个过来啊。那这里边的话呢，我们同样来改一下 Model 条件 Latent， 那也不能用 Empty Latent 啊。那我们需要将 Image 进行一个编码 VE 呢，我们也需要连上去。那你注意啊，就是这个 KPIS 这儿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。我们先来让它跑一遍，大家感觉一下这个效果。
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换出来你甚至都觉得好像不是我们要的那个人啊。那这里边其实还是少一个关键的这个 KPS 这个东西，这个一定要有啊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这个换脸的效果呢，你感觉还是挺漂亮啊，但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给它换一下。那其实呢，就是把我们要换脸的这张图片给它连过来就可以了啊。我们连过来之后，我们再来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人物就比较像了啊。那同样的问题大家会发现这个人物的面部呢，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崩的情况，是吧？可能是侧脸的这个造成的啊。这个整个质量你怎么去保证呢？首先呢，你要注意这2个点啊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4张图片，这4张图片的话呢，尽量的不要有这种东西出现啊。这个侧脸尽量是正脸，可以有不同的角度。那侧脸的出现的话呢，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伤害呢还是很大的。也许你将侧脸去掉之后，那整个的效果呢就会好很多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刚才我们看到，不管是这个POID 或者是 Instant ID 呢，在换脸的时候呢，可能都会完全依托于你这个4张参考图片来构建一个脸的模型啊，所以说你这4张图片呢，尽量的包含脸的全部像素，不要只是一半啊。现在 Instant ID 已经完了，我们来看，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呢其实比刚才就要好很多。你注意嘴唇的位置是没有走形的，是因为我们第3张参考图本身的那个面部就有点走样啊，就那个侧脸本身那个眼的位置和嘴的位置呢，就出现了这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问题。那 POID 呢也同样是这样。大家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个的面部特征更像我们这个啊，因为呢它是拿这张图片来控制面部走向的。总体上来看呢，我们也会觉得 Instant ID 呢效果会更好。另外影响这个效果的一个元素呢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模型的选择。你可能用这几张图片你根本看不出来，因为总体的参考图片呢还是一个虚拟人物啊，你对它的特征不是特别了解。我们换一个名人，比方说我这儿准备了4张刘诗诗的图片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换脸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容易辨别出来啊？那我现在呢来跑一下这个流程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大模型，再次强调一下，现在 POID 已经完了我们感觉一下，大家觉得像刘诗诗吗？像啊，但是呢又不那么像，总觉得好像比较怪啊。就是如果是一个不熟悉的人，你可能觉得有8分像，8分像你就觉得很像了啊。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人比较熟悉，那他换脸上有一些瑕疵，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些问题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Instant ID 的效果，大家看一下 Instant ID 的效果呢，其实要好一些。包括眼这个位置，但是呢，同样你会发现是这样的问题。一般呢，我们会选择那种模型没有明显的面部特征，就是你最好不要选那种什么写真类的呀。那我们还是选成 Juggernaut， 虽然它是一个西方的这个模型，但是呢，对于人脸来讲呢，它是没有过拟合的这个状态的啊，就它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人脸。当我们换了这个大模型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那么这个换脸之后的效果。那现在 POID 已经完了啊，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特征可能就要好一些。那 Instant ID 呢会发现面部的这个融合感呢，可能也就会更强一点啊。那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来感觉一下，那么哪个可能更好。经过几轮测试呢，我们挑出来比较好的这个大模型。有人说呢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还是差点意思？其实呢，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参数你要注意，是什么呢？你要注意这个它不是个采样器啊，它不是个普通的采样器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一个 detailer。那 detailer 的 denoise 呢是不可能设成 1.0 的，这个是大家容易忽视掉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呢加了很多面部的控制。那我们会导致呢，你感觉呢这个效果还可以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大的原则啊，就是说如果它是 detailer 的话，这儿是不可能是 1.0 的啊，所以说呢我们改它一下，这个我建议值呢还是 0.5，因为呢如果你用过之前的 detailer 的话，你注意它的默认值呢都是 1.5 啊，但是对于这个 detailer 来讲它是 1.0，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你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。如果我们改成 0.5， 我们再来看，
大家注意 POID 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就要好很多？ Instant 的感觉呢可能就会更好啊。大家注意这个眼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啊，因为我这个面部朝向呢，是不太合适的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我们真正做换脸的话呢，其实呢比较合适的模型还是 Instant ID 啊。POID 呢也可以，但是它的面部朝向呢可能控制不了那么好。由于 Instant ID 呢，它控制面部朝向，如果出现大面积侧脸的话呢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那么这个你怎么做呢？你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放大，或者是做一次重采样，都可以消除这样的问题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面部占的分辨率足够大呢，这个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。下边呢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我们给它放大一下，大家感觉一下。首先呢我们存它一下。放大的方式呢有各种各样的啊，你可以采用这个 latent 放大，甚至呢也可以采用图片的这个放大。我们这儿采用图片的放大，我选一个2倍放大的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缩成原来的 0.75， 这样它就放大了 1.5 倍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图片。那这张图片呢我们需要进行一次重采样。重采样的话呢，我们直接采用K-Sampler 就可以了。那模型的话呢，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 Instant 模型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把这套东西呢给它稍微的存一下。大家看着这个流程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把它缩放之后呢，然后经过一次采样。要采样的系数呢，我这儿设的比较低啊，0.35。大家注意，现在这个图片呢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啊。那整个呢，我们进行了一次3物的重采样，那我们会把面部的一些问题给它修复掉。这是一个处理的方法啊。当然还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。就是我在这儿呢，直接给它放大成 1.5 倍，也就是提高这个面部的分辨率，然后呢，再给它进行一个处理。虽然它理论上是可行的，但是可调的这个部分呢会比较多一些，就是你需要去试，那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放大的一个方式。其实这个部分的设置呢可以随意一些，因为呢我们这儿的这个 denoise 是比较小的，那么包括你说我 CFG 设成多少会更合适一些，这样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设成 1.0 啊。如果你设的比较大的话呢，其实整个的结果影响呢可能也不会太大啊。其实呢说了这么多，那你会发现不管用哪种方式进行换脸啊，其实呢我们用到的流程都是这个。那你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PhotoMaker 来做一个换脸的一个处理，那我们会感觉呢应该效果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啊。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思路是最重要的，那至于用哪个技术，它能够基本的达到我们的需求就可以。那比方说即便你不用 Instant ID， 用 POID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关键是总体的流程你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把握。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